開跑後就造成話題的吃到飽。平常會覺得奢侈的餐點，現在一票到底讓你吃通海，再讓我吃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刀。我們現在來到台北這裡了啦，然後在我們身旁這一是大葉高島屋。你各位啊，高島屋裡面美食雲集啊，可是它裡面有一間來自外國的品牌餐廳。他原本來台灣的時候啊，那個價格真的是有淡薄恐怖啦，就是迄間鳥貴族啦。但是說他現在啊，已經有開設吃到飽了。你看到了不會想要吃吃看嗎？可是我們出發之前啊，我先去研究一下它的這個地圖的評價，然後我發現它的評價好像有那麼多的負評呢，這個是怎麼回事啊？不過 OK 啦，那等一下我就進去體驗看看它表現是如何吧。Go！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吃喝到饱的方案。那我们一位的话是899。那我们的用餐时间是2個小時，平板的最後點餐是1個小時半。對，那如果說我們這邊的話，最後如果說去結賬的時候有剩餘的食物，我們會斟酌再說做這個的收費，這樣子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。要說剛店員有向我們介紹用餐的方式啊，今天來這邊用餐呢、啊，他會給我們一個平板，讓我們點餐啊。還有各位啊，你看他這邊選單啊，酒水啊，看起來是該有的都有了哎。可是我想說，我們先點串燒，然後再點酒水好了，先讓他們有辦法先制作啊，要不然他現場現在人啊已經開始慢慢多起來了，我們趕快點起來啦。廣島燒，哦，看起來不錯哎。然後串燒的部分，我們從雞腿啊開始點，醬燒的，雞胸就鹽烤的好了。好，再點一個串椒，請先送單。沒事，它這個沒有冷卻時間，我們繼續點。燒鳥這個是腿仁串起司雞肉丸，七里香哎，還有明太子雞胸這一波時間蠻含濟啊，我們就盡量的點。還有雞肝的部分啊，我想要點它這個，看起來上面有蔥的，好像很好吃。還有雞軟骨。串燒的話，來個牛肉串。好，我們再送一次。還有吃串燒一定要來一杯秘魯的吧？伯克金檸檬沙瓦 Highball Whisky 酒。這邊有 Whisky 純飲呢。你今天來吃到飽，你有想要點這純飲嗎？好像有點烈哦。我們就點這個芝多 Whisky 加冰好了。它這邊也有美酒哎，蜜柑酒加冰。我點這個。還要給各位看一下它雞尾酒的部分啊，它這就是琴酒配那些蘇打有的沒的。還有，如果你今天帶太太或女朋友來的話，這邊也有這種沙瓦可以點啊。可是身為一個成熟大人啊，我們要點這個蜜柑酒加冰。至於它這些澱粉類的東西啊，我就說我們等等有餘裕的話，我們再來吃啊。這看起來好像就很好吃啊，雞白湯麵啊。還有甜點的部分啊，我們最後也可以一起點。那我們就期待我們的餐點上桌吧。行，這個是醬燒腿仁。好，謝謝。各位啊，那我們剛剛點的料理啊，已經依序上桌了，我們趁熱吃起來吧。那我們先從鹽烤雞軟骨吃起來吧。脆脆呢。脆口雞軟骨啊。它撒了淡淡的鹽啊，我會覺得說吃起來是很香啊。可是像平常花100元這樣點2串啊，你會想點嗎？也歡迎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啦。其實這是沒賣的呢。謝謝。接下來吃烤牛肉串。這牛肉吃起來很軟嫩呢。來說它的調味啊，如果我這麼說，你應該知道什麼味道了。大賣場的牛排黑胡椒醬。
那吃這麼好吃牛肉串啊，我們先用這一杯敬各位啦。這是接下來來吃烤貴族燒。它這就是烤雞腿串，然後中間有夾了一些青蔥啊。它是雞腿串，口感軟嫩啊，然後適時配上這個青蔥的香味，很棒哎。接下來吃这個起司雞肉丸嗎？這雞肉丸，我剛開始以為它會是我們平常吃關東煮的那種雞肉丸呢，可是它這個啊，它竟然是由雞絞肉，然後再混一些馬鈴薯在裡面做成的丸子吧？這個還蠻特別的。可是它這種雞肉丸啊，我就覺得說我們吃多了，感覺還是會有一種加工的感覺啊。除非你特別喜歡啊，要不然呢，我是覺得說今天點那些原肉串就好了。完全吃到飽，不要緊啊，弄假後打給看。接下來吃看雞心，它的烤雞心，它熟度是剛剛好的，它是有熟了，但是說它整體吃起來它還是軟嫩的。接下來吃醬燒腿仁串。我会覺得說，我們今天在這邊點它這種一般的雞肉串就對了。它這吃起來整體是十分軟嫩哦。要說它這個味道啊，就跟我們當初去那個名古屋旅遊的時候啊，味道是差不多的。那吃到這麼好吃雞肉串啊，我們一定要用這個美酒敬各位的吧。那接下來吃這個鹽烤雞肝，而且它今天雞肝呢，它有附這個，要不然它雞肝本身的那個肝味啊，好像還蠻重的哦。就是那個鐵味啊。那我們再搭配它上面的青蔥跟蒜泥吃吃看吧。算了，咱來吃辣牛吧。我就覺得說，平常我們吃雞肉啊，我喜歡吃雞腿之外啊，然後接下來啊，我喜歡就是這種雞脖子啊，我喜歡吃它這種口感。接下來吃這個醬燒雞腿串。我就說它的醬燒雞腿串呢，它這一串它的味道口味就比較重啊。但這個時候我們用這個美好金黃色敬各位吧。但是我們今天為了喝這一杯啊，我們特地從基隆坐車過來天母這裡啊。哦，掉落真的是有淡薄仔遠的，無應該是足遠的。夭壽遠。接下來吃吃看這個鹽烤雞胸肉吧。
它這吃起來有點像是酥肥過的雞胸肉啊，也許你會感受不到什麼油脂的香氣什麼的啊，可是起碼它的口感是軟嫩的。我覺得雞胸肉有做到軟嫩就很棒了。那各位啊，我們剛第一回的東西已經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們趁現在先點一下下一回要吃的東西啦。廣島牡蠣、唐揚雞，我們來個章魚燒好了。明太子雞胸串、鹽烤雞皮、烤雞胗，還有來一個醬燒雞翅、水炊鍋、章魚小丸子，還給各位看一下，這邊有一般沒有酒精的飲料啦，蜜柑酒加冰、蜜柑酒加橙汁。芝多威士忌加冰，催淚，要杯美酒加冰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們已經點完第二回料理了，我們繼續吃起來吧。那接下來這個是七里香，帶着豐厚脂肪的七里香，我們在咀嚼的時候，它脂肪只有嘴巴，哇塞，浸滿嘴巴，這感覺好油哦。那這時候我們趕快配一口美好的金黃色啦。还有这道料理是廣島風御好燒，它就是蛋加泡麵嗎？它上面是有一片煎蛋，然后加了美乃滋、蔥花，但有可能是我們把它放涼了，所以口感才會讓我吃不太懂吧。那我們再用底下的麵糊餅配着麵吃吃看啊。我覺得也許我們未來要呼喚媽娜或是變態先生來這邊用餐看看吧，他們也許會比較懂這個味道哦。接下來吃這個鹽烤雞皮，我會覺得說這種罪惡的食材啊，它不管今天是用醬燒啊，或是鹽烤啊，你怎麼吃應該都會很好吃的吧？而且他們把它這個烤到像是餅乾的口感，然後但是裡面又有軟嫩的感覺啊，這個感覺很下酒哎。來，各位聽看麥。好，謝謝。還有各位啊，我們點的第二回料理啊，也依序上桌了啦。那我們趁熱先吃這個廣島牡蠣啦。它這東西本身就已經很罪惡了啦，可是它上面還加了一層的美乃滋啊，真是罪惡到爆炸哎！我們吃到這麼罪惡料理啊，一定要用這個蜜柑酒加橙汁敬各位吧。怎麼喝起來就是果汁的感覺而已啊。現在我們來吃這個雞胗，它的雞胗吃起來是脆中帶嫩啊，吃起來就是十分的經典啊。明太子雞胸串。
雖然這雞胸吃起來也是軟嫩軟嫩哦，可不知道為什麼它吃起來比起剛剛的還要沒有味道哎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接下來是章魚燒。我想說，我們今天都來到日本人開的餐廳，我們就點看看這個章魚燒啊。可是它這個調味是以照燒醬為基底啊，所以整體吃起來就是不像我們平常吃那些外面的章魚小丸子一樣啊。那這個日本人應該是很可以吧？接下來是這個秘制唐揚雞。它這炸雞就是很經典的日式炸雞的風味啊，可是我就覺得說他們醃制的感覺比較入味了一點啊，所以吃起來口味會稍微有辣味一點重哦。那吃到這種比較口味重的料理啊，一定要配一杯威士忌，對吧？那各位啊，我們吃到這邊呢，我們剩下繼續點我們下一回要吃的東西啊，要不然我們點餐時間呢快結束了。雞白湯麵、醬燒麻糬、蕨餅冰淇淋、芥末里脊、蜜柑酒加冰、美酒加冰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先點到它的加點時限了啦。我就覺得說，我們今天這樣點一點啊，應該也差不多了啦。接下來是醬燒雞翅，它的雞翅外表有烤到燒焦部分呢、啊，也許有的人是沒有辦法接受的啦。雖然說日本，我上次去那邊呢、啊，他們也是都烤到這麼焦啊。那說到這邊、啊，我們就用這個美酒敬各位啦。哇！那我們先喝喝看這個湯的味道，看是如何啦。它這個味道啊，它怎麼跟我當初在日本啊，甚至說我們在台灣所吃到雞白湯的味道啊，有那麼一點落差的感覺耶？它這個是，那再吃看麵條部分，看是如何啦。它這麵條是十分經典的蛋黃麵啊，但這吃起來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完全沒有那種我對日本的麵條會有的認知或是味道吧。如果你今天有來這邊用餐的話，你想點的話，也許可以參考看看我們的想法吧。接下來這一份是正在慢慢融化的原味蕨餅冰淇淋啊，我們來試試看吧。香草冰淇淋呢？我們再配的蕨餅吃吃看。我就說它的蕨餅啊，也許是洋菜粉加了有那麼一點多啦，這蕨餅不是那麼好吃啊。洋菜粉味道太重了。日式醬燒麻糬，它這個有點像是烤團子，然後再加上照燒醬，還有海苔絲啊。吃到這個突然讓我想起我們最近去吃那個團子大胃王啊，一次吃90顆那個。這個就是我說的比較有那種糯米感的扎實感的。
接下來這是鹽烤芥末基里雞。我们再沾芥末醬試試看吧。不知道為什麼這雞肉串吃起來，它就有那麼一點口感的感覺了啦。而且我這樣子乾乾的去沾這個芥末醬啊，它整體吃起來呀，好像就沒有什麼太多的芥末醬的味道了。那吃到這種比較乾柴雞肉啊，我們剛才配口這個美酒加冰啊。接下來這個是博多水炊鍋啦，我們來喝喝看它的湯頭，看味道是如何啦。它這喝起來啊，有滿滿蔬菜精華的味道啊，這個很香哎，很解酒哎。然後這邊有一塊雞肉。這個很軟嫩，而且是有入味的哦。還有這邊有娃娃菜豆腐啦。哦。那我們吃到最後，我们就用這個沙瓦敬各位啦。好的 ，OK 啊，各位，我們吃完所有東西了，那等一下我們去結賬之後再要面，坐下來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們先來到外面了，那來說我們今天吃鳥貴族吃到飽的香趴吧。你各位啊，我們今天一個人呢，我們的用餐費用是989元。以這個價格啊。你覺得我們整體體驗下來感覺是如何呢？可是我覺得說，我們今天這樣子用餐哦，我們一個人快要1000元的價位啊，我們這樣子從頭吃到尾，好像我突然能懂為什麼在網絡上的評論會有那些評價了。因為鳥貴族它主打的就是油雞去做成的各種串燒類的料理啊。還有包含我們今天吃到那些延伸的什麼拉麵嘛，裡面的肉啊，它也是給你雞肉啊，甚至連那個火鍋裡面的肉，它也是給你雞肉，什麼都是雞肉啊。所以今天會看到這樣的反應啊，好像我也有深深的體會了啦。但這家餐廳剛來台灣的時候啊，它全部都是用單點式的啊，就是一份一份這樣算錢啊。可是那個時候我就看到那個價格真的是有一點那麼恐怖啊！可是如今他終於開了吃到飽，可以讓我們好好體驗在台灣這個鳥貴族了。還有我們最後有結算，我們今天總共點了多少樣的品項？你知道我們點了多少嗎？34樣哎！如果這是以當初他那種單點價格來吃的話，哇，這個價格真的是我們可以去那個101假迄個下酒一樣呢。但如果問我說今天我們這回來這邊用餐的話，我 OK 嗎？我是當然 OK 啊。我們今天回歸到這個價格啊，我們拿1000塊在大台北這邊哦，不管是台北市啊，還是新北市啊，是雙北嘛，我們有這個價格之後啊，我們應該是有很多選項可以吃啊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吃這種日式居酒屋感覺，而且啊，它是酒水讓你隨便的點餐還沒有冷卻時間，我覺得這一點呢、啊，它又去平衡了這個價格會給你的落差感呢、啊。但今天看完影片，想要來這邊體驗吃到飽的話、啊，你務必要先定位啊。它目前要吃到飽這個項目啊，是要有定位才可以吃的啊。可是未來如果你想要來這邊用餐的話，就建議哦，你要安排之前先打電話詢問他現在最新的規則是怎麼樣，要不然呢，也許他今天是這樣，他可能過一陣子又是那一回事啊。所以還是先問清楚啊，才不會在用餐上造成不愉快的部分吶。而且說，今天他這家店的位置啊，是在百貨裡面啊。百貨這邊有汽機車的停車場，
但是說，如果你今天來這邊呢是想要喝酒的話，那你還是要找個安全駕駛或是坐大众交通運輸過來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那各位看這邊，你有什麼推薦吃好餐廳，歡迎告訴我。看這邊不啦，喜歡的話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以後加頻道超級感謝支持我。那麼下一片見啦，拜拜。